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因为昨天的新闻，应该大家有看到，就是那个中国大陆那边呢，从3月1号开始就禁止台湾的凤梨进口出口到他那边去了。那我们刚才今天是礼拜六，刚才去市场，那发现今天的凤梨的价格就这样一大袋，3颗。只要100块，以往也没有操作过凤梨，因为之前操作的凤梨就直接把凤梨打成汁，然后加到面粉里面去和面。那因为凤梨本身它有一个凤梨酵素，会把面粉的蛋白质把它破坏掉，那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发面。所以我们今天会一样要做凤梨馒头，但是我们会切2个部分，一个是先把它打成汁然后去煮过，把酵素的部分把它破坏掉，然后再去和面。那另外2颗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它切成那个凤梨片，然后用那个果干机去把它烘干，然后再一部分添加到馒头里面，去做凤梨馒头，一部分就当那个零嘴来吃这样子。那刚好知道朋友那边有一台那个果干机没有在用，所以昨天晚上去商借回来用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开始来操作。那对了，因为烘果干要差不多10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是切2个段果干的部分今天会开始先处理，那处理等到它明天，因为要10个小时，现在是下午2点半左右，那做到好可能就已经到的那个10点12点去了那所以就是明天我们再来做另外这一颗，把它打成汁，然后去稍微煮一下，把凤梨的酵素把它破坏掉。我们明天再开始来操作馒头的部分。那我们先开始来处理这2颗。好，我们开始来来削凤梨切凤梨。我们首先把这个头把它削掉去头去尾。切的时候你稍微转动一下或者是你到市场去买已经切好的都可以就这样边旋转边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户然后再把旁边这边把它稍微削掉。那我们切的时候就是切差不多0.5公分的片状就一片一片的切0.5公分。好，切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烤盘上面，把它铺在烤盘上面。这样就可以。那我们依序把另外1颗也把它切好，然后再放在那个果干机里面。好，经过12个小时的烘烤那我们的凤梨干看起来是 OK 的，但是它还是软的所以坦白这样讲，这个东西果干机真的凭良心讲，真的不建议买，不建议买，直接要果干直接去市场购买就好了因为已经花了10几个小时，它还是这样软软的还是软软的，不然你就用烤箱来烤就好了。那我们决定等一下把它放到一般的烤箱，用100度来烤，因为这一台的最高温度是70度，那已经昨天烤了10个小时是软的，后来我们把它因为要睡觉就关掉，刚才早上起来再开3个小时，用70度去烘它，还是这样子那当然之前我们一开始用的前面7个小时是用50度低温烘烤，那效果不是很好，后来再改到65度去烘了3个小时，那今天又加了70度的3个小时，还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我们是要拿来当那个馅料的馒头馅料，所以应该还可以用
因为我们不把它和到里面去，我们把它卷到那个馒头里面去，当馅料，这样就可以了。那你如果真的要当饼干的话，果干要硬一点的话，这个东西可能要到，如果70度，一开始全程应该也要到8到10个小时。那我们之前是看其他的说明，是说用50度低温烘烤，那所以这个效果不是很优，所以事实上我的一些朋友买了这个东西，这台机器也都是用1次2次就放在那边了，因为真的太耗时耗工了那我们先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当馅料不当饼干，那剩下的如果要当饼干的话，果干，那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烤。那我们等一下回来。现在再来，我们要来做那个和面之前的动作，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水用凤梨汁来代替。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过，凤梨汁会有酵素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先把它打成汁，然后把它煮过，然后把酵素破坏掉。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操作，一样是把我们的凤梨的头跟尾先把它去掉。然后把皮削掉，因为我们要放到果汁机里面去打，所以我们要切小丁一点那这个凤梨心的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取掉，不用这样子。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以前的老人家都说这个凤梨心不能吃，吃了会哑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凤梨心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的。如果你挑的够成熟的话，它吃起来是非常好的，那口感很好。我们今天要做1公斤的面粉，所以要那个520cc 的凤梨汁。那我们这是随行杯，你有果汁机的大一点的果汁机当然也可以那我们就用这个随行杯来处理就好了。我们分批，因为这个比较小，所以我们分批把它打成凤梨汁。声音会比较吵，那我们会把声音再消掉，这样。好，把它取出来，那我们把它倒出来。再做下一次的那我们就这样依序把它打成汁把它打成汁。那这样子果汁如果不够的话因为我们已经打掉1颗那个凤梨了，那它如果不够，因为我们把它倒在这个工作盆了因为等一下要把它煮，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样再加一点水下去这个是原汁。那我们加一点水下去，开小火就好了。我们在煮的过程中一定要边煮边搅拌边煮边搅拌，怕它那个锅会烧焦
哦，底部会烧焦。哦，就这样子把它边煮边搅拌。我们煮好以后就没有再过滤哈，我们就用它保持原有的纤维质，这样子就好了。哦，我们的凤梨汁已经滚了哈，已经滚了。我们再稍微让它滚一下下，让它确保那个它的酵素都已经破坏掉了。好，我们的凤梨汁已经好了，那我们把它关火，那放凉来备用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的馒头本体的材料。第一个就是中筋面粉，水手牌的中筋面粉1000公克。再来是我们熬煮放凉过的凤梨汁520cc。再来就是发酵粉。发酵粉10克啊，快速发酵粉10克。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操作，跟一样啊，我们将中筋面粉啊，把它倒在工作盆里，然后再倒入10克的发酵粉，然后用筷子稍微把它搅拌。再倒入520cc 的放凉的那个凤梨汁，然后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成为大面絮状后，我们把筷子拨干净，然后开始用手来按压。然后我们边按压的时候啊，边把工作盆啊用这个面团稍微把它擦拭一下，然后把它倒出来，然后我们改在工作案板上面搓揉。搓揉的方式就有点类似洗衣服的动作啊。我们的搓揉时间一样是大概8分钟左右。好，差不多经过8分钟的搓揉，那我们的面团已经差不多快好了。已经好了，那我们的手也干净了。那我们把它放在那个工作盆里面，等待它做1次发酵。那我们盖上盖子。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这就是我们烤好的，我们用果干机烤好的那个凤梨干啊，凤梨干，它还有一点点软度哈，还有一点点软度。那我们把它用来添加，像这个就比较硬一点。好，那我们把它用剪刀把它剪成小丁状啊，小丁状，然后到时候那混在那个面粉里面啊，我们把面皮擀平以后铺在上面，再把它卷起来，因为还是怕它上面的凤梨酵素会影响到我们在做排气动作的后面2发的那个状况，所以我们把它剪成小丁状啊。那我们的果干已经剪好了，好，剪好了，那我们放在旁边备用。Hello， 我们的面团1次发酵已经完成了，已经发得非常漂亮啊，发得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工作案板上面撒一层粉啊，薄薄的一层粉，然后把这个面团把它取下来。它的颜色啊，事实上就是淡淡的而已。我们用了整颗的凤梨下去，去和面，那但是它的颜色还是就是淡淡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啊，纯天然的。
好，我们开始做排气的动作。这个排气的动作一样，差不多是要到8分钟左右。那你一样可以按照你面团本身的湿润度啊，来适时的添加手粉。所以我们的凤梨啊，凤梨不是不能做馒头啊，不能做发酵的面食类的东西，只是它凤梨的部分你要先把它处理过，哦，就是把它煮过，让破坏它的酵素，哦，破坏它的酵素。好，经过差不多8分钟的搓揉。那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排气动作已经好了。那我们准备把它擀平啊。好，我们在上面撒上我们的果干，我们留差不多16个、15、16个哈。我们今天应该会做15到16颗切割的时候，那我们把它铺在，等一下装饰在上面这样子。不然因为它的颜色看起来就是很淡，面皮的颜色看起来就是很淡。好，我们把它开始来卷，由外往内卷，好，由外往内卷。好，我们把它搓长条。搓成长条形。因为它果干本身比较硬啊，果干比较硬，所以这会有产生不规则的现象出现。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做裁切。真的比较硬，比较不好裁哈。我们换一把刀子，用这样子切，因为它太硬了。这稍微再整形一下。那我们把它稍微整形一下啊，然后放在馒头纸上面。那我们在上面铺上我们的凤梨果干，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凤梨馒头哦。那我们把它等一下放在蒸盘里面，然后放在蒸笼，等待它做2次发酵。那2次发酵 OK 的时候啊，就等于它是放大差不多1.3倍到1.4倍，就代表它已经 OK 了。Hello， 我们的馒头2次发酵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可以看到它比较粉嫩一点了哈，它的膨胀也比原来差不多大了1.3到1.4倍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蒸笼里面，然后开大火下去蒸。那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15分钟一到，那我们关火，再焖个5分钟，然后就可以开盖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处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凤梨馒头已经蒸好了啊，凤梨馒头已经蒸好了。那这个上面的就是我们放的凤梨果干。那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这比较明显。这个也是凤梨果干啊，这一层是凤梨果干。那
我们现在来拿一颗来试吃看看啊，拿一颗试吃看看啊，这满满的凤梨果干啊，马上可以弹回来。那我们来试吃这个，因为它已经算浓，它已经烘干，它变缩小了，所以它的甜度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是选用那个金钻凤梨啊。你可以听到我咀嚼的声音啊，就是咬到那个凤梨果干的那个口感啊，非常非常的香啊，它非常非常香，尤其在蒸煮的时候，它散发出来那个水蒸气的味道啊，本身就非常非常的香啊。那今天的凤梨馒头啊，算成功，你也可以在家里尝试着做看看啊。那更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有新的影片，那我们会来一起分享啊。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拜拜。